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一句经典道尽人生，读懂变化，看清人生。有人说，真正的智慧往往来自最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在你意气风发的时候，也不是在你准备充足的时候，而是在你走投无路，心里空荡荡的那一刻，突然遇见的一个人，和他说出的一句话。那一年，虚云还很年轻，他还不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大师，只是一个行脚在路上的出家人，风餐露宿，衣衫旧得发白，走到哪里都像是被世界忽略的人。有一段时间，他过得极苦，日子清淡，身体虚弱，心里却偏偏装着一股不肯低头的执念。他总觉得只要再撑一撑，只要再用力一点，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可现实没有给他任何回应，越是苦行，身体越垮，越是咬牙坚持，内心越发混乱。有一天，他行至一处破败的街口，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就在那时，他看见了一个乞丐。那乞丐靠在墙角，衣不蔽体，神情却出奇的平静。虚云只是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停下脚步。可就在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乞丐忽然开口了。那句话很短，也不是什么高深的话，甚至在当时听来还有些刺耳。虚云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乞丐也没有再多说，只是低头继续整理自己破旧的衣角。两个人就这样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当下虚云并没有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可就是这句不起眼的话，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反复出现在他的心中。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他困顿的时候，在他开始怀疑自己修行方向的时候，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一直在用最消耗自己的方式去换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结果。而那句来自乞丐的话，不是在嘲笑他，也不是在指点他，而是在提醒他一件事：有些人命里本就不该先求得到，而是要先学会承载。虚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天，不是因为那乞丐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而是因为那句话出现的时机太不合时宜了。他那时正处在一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修行多年，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心里想精进，可精神却越来越涣散。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是不是修得不够苦，是不是用力还不够，是不是只要再逼自己一点就能熬过这一关。于是他走得更远，行得更苦，几乎把身体当成一件可以随意消耗的东西。可那句话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冒出来，像一句不合时宜的提醒，又像一句让人不安的反问。他不愿意去想，却偏偏忘不掉。有一次，他病倒在途中，风很冷，路很长，身体却一点力气都没有。那一刻，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是修行成不成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着走下去的问题。就在那时，那乞丐的神情忽然在他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不是可怜，不是卑微，而是一种他从未在自己身上见过的平静。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那个乞丐什么都没有，却能安然坐在那里，而自己明明立志修行，却活得如此紧绷。问题或许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撑不撑得住。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虚云开始慢慢放缓脚步，不是退缩，也不是放弃，而是不再强迫自己，用透支来换结果。他开始调养身体，安住心神，不再执着于立刻要看到回报。奇怪的是，当他不再急着往前冲，很多事情反而慢慢顺了，身体一点点恢复，心也渐渐安定下来。而那句来自乞丐的话，在这时终于显露出了他真正的分量。他不是在告诉他该去要什么，而是在提醒他，先别急着拿，你现在接不住。再后来，虚云回想这一生的转折，才明白，那一天乞丐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有些相遇不是为了改变你的处境，而是为了纠正你的方向。很多人以为人生的困境靠的是更拼、更狠、更不留退路，可对某些人来说，那恰恰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世上有一类人，天生就不适合靠消耗自己去换结果。他们一旦这么做，短期或许有收获，但很快，身体、情绪、运势都会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错了方向。就像虚云当年一样，真正改变他一生的，不是苦行到极限，而是那一刻，他终于肯停下来，承认自己需要先养，而不是先要。虚云后来才明白，那段日子之所以那么难熬，不是因为路太苦，而是因为他一直在和自己较劲。他总以为修行就该是咬牙的事，是撑过去的事，是把自己逼到极限，看看还能不能再多走一步。可身体不是石头，心也不是铁，有些消耗当下看不出来，却会在后来一点一点讨回来。那几年他走过很多地方，山路、荒村、破庙，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衣着体面，却满脸焦躁；有的人一无所有，却神情安然。他开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得最紧绷的人，往往并不是最缺的那一个，反倒是那些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人，活得更像是站稳了脚跟。这让他想起那个乞丐，想起他靠在墙角的样子，想起他低头整理衣角时的从容，想起那一句并不温柔却异常清醒的话。那一刻，虚云第一次没有急着往前走，他坐了下来，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听一听自己心里真正的声音。他发现，这些年他做的很多事，其实并不是必须，而是害怕。害怕慢下来，害怕被人看清，害怕一停下脚步，就证明自己什么都不是。可一旦坐下来，那些恐惧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扑上来，相反，心慢慢静了。他忽然明白，有些人不是走得不够远，而是走得太急。后来，虚云再回想那句话，才真正听懂他的意思。那不是一句指责，也不是一句点化，更像是一句实话，一句对当时的他来说太早太重，却又偏偏最该听到的实话。你现在不是缺什么，而是撑不住。一旦撑不住，你去要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变成负担。你若把这故事放到今天来看，会发现并不陌生。世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心软，责任感重，不太会拒绝，也不太敢停。别人能休息，他们不敢；别人能退一步，他们硬撑。他们总觉得
只要再熬一阵子，就能换来一个好结果。可结果没等来，身体先垮了，好日子没出现，心先空了。他们和当年的虚云一样，不是不知道累，只是太怕自己输。可命运有时候并不是靠咬牙就能赢的。虚云这一生后来走得很远，可他真正走稳的那一步，不是在山路上，而是在他肯承认自己需要先停下来，先养一养的那一刻。他没有马上得到什么，却慢慢接住了自己的人生。而那句来自乞丐的话，也从此不再刺耳，它变成了一句在关键时刻能把人拉回来的提醒。后来虚云渐渐发现，真正让人走不下去的，往往不是外在的苦，而是心里的那股急，急着证明自己没有白活，急着看到一个结果，急着告诉世界，我这样吃苦是有意义的。可人生有些阶段，偏偏不给你立刻的回报，你越急，越用力，他越沉默。虚云那时终于懂了，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提醒，提醒你这条路不该靠硬撑。他开始用一种从未试过的方式生活，不再把每天当成一场必须赢的仗，也不再把身体当成可以随意交换的筹码。他会在该停的时候停下，在该歇的时候歇一歇，不是懒，也不是退，而是开始分得清，哪些是修行，哪些只是逞强。慢慢的，他发现自己能走得更远了，不是靠咬牙，而是靠稳。如果你听到这里，心里隐隐有点不安，那很正常，因为你可能已经发现，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在讲虚云，它更像是在讲一种人。这种人往往从小就懂事，习惯为别人着想，也习惯把压力往自己身上揽。他们不太会说不，也不太允许自己停下来，一停就觉得亏欠，一歇就觉得心虚。于是他们把努力当成唯一的安全感。可没人告诉他们，有些努力是在养命，有些努力是在透命。虚云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分清这两件事的。那之前他一直以为修得越苦越接近答案，直到他发现自己连承载的能力都快没有了。你连自己都接不住，又怎么接得住更多？那个乞丐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他的那句话却像一块石头，被虚云放在了心里。每当他想再次勉强自己，想再一次用消耗去换结果的时候，那块石头就会轻轻提醒他，别急，这一步你现在走不稳。很多年后，虚云回望这一生，才真正明白，那天他遇见的也许不是一个乞丐，而是一面镜子，一面让他看清自己的镜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停在这里，慢慢想一想自己，你最近的疲惫是因为真的在前行，还是因为一直在硬撑？你现在想要的是生活真正需要的，还是你逼着自己去换的？虚云晚年的时候，常有人问他，这一生走了这么远，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很少正面回答，有些话他说得很慢，也很轻。他说，人这一生真正难的不是去争，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他说，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自己不怕苦，就什么都能换，可后来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苦不苦的问题，
而是你配不配，接不接得住。他没有再提那个乞丐，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后半生的许多选择都藏着那一天的影子。不再急着证明，不再用力过猛，不再把身体和心当成可以随意透支的东西。他走得慢，却走得稳，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而是他终于明白，先活得住，才拿得起。如果你把这个故事放在自己身上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生其实也遇到过不少乞丐。也许是一个无意的提醒，也许是一句不中听的话，也许是一次身体的警告，又或是一段怎么都撑不过去的日子。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忙，太急，没听进去。有些人不是命不好，而是一直在用最消耗自己的方式去换一个并不属于现在的结果。他们以为这是拼，其实是急；以为这是努力，其实是透支。虚云这一生，真正改变方向的，不是某一次顿悟，而是他终于肯承认，自己需要先被养好，不是被世界养，而是被自己养。虚云终于明白，不是世界不给你，而是你自己还没准备好。身弱之人，先求承载，再求收获。慢一点，先养一养。等你站稳了，命运自会把该给你的放到手上。如果你听完之后，心里忽然安静了一下，那就够了。不用急着明白，也不用急着改变。有些话不是听懂的，是慢慢走着，在某一天忽然对上的。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学会先养自己，才能走得更远。这里是卢叔讲经典，我们下节课再见。